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北京现在针对经济来开战了。对日本的关系跟对南韩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日开始做断供哦，对南韩则是示好。现在中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共同抗日，并且呢，韩国的总统也承认了这个有关于一中的一个原则。那台湾有事成为清算线了吗？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东北亚被迫选边站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先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北京现在是开刀日本了，拉拢南韩。我们来看到对日做了哪些事情？他现在针对军民两用的物资会做全面的断供，日本要为这个台湾有事论付出代价吗？高市早苗能不能撑得住在这样子军民两用物资全面断供的情况之下呢？好，接下来第2点我们会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南韩这一回站在一起高喊共同抗日，并且携手捍卫2战胜利成果。李在明还刻意秀出了在他们的会面的这个场子上面，秀出了习近平先前赠送给他的小米手机，并且一起做自拍，甚至还喊出针对中国大陆，他喊说这个辽宁是千金难买啊，还喊出一个中国。东北亚的这个布局阵营是不是要重新的划线了呢？这个是第2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会来看到。这一回，中国大陆对日本跟对南韩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在对外示警一个新规则吗？谁顺北京，谁才有活路？谁背着北京就没有好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一起做关注。好，赶快来看到是这一场在经济上面对于日本的制裁，能不能真的打到日本的最痛处呢？能不能实现所谓的致命的经济斩首行动呢？因为大陆的商务部最新公布，即日起是立刻生效的，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所有军民两用的物资。这些物资加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主要就是报复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要从源头来切断日本不管现在在无人机的发展或在高阶晶片上面掌握的这些关键的制造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孙委员了，大陆这一次针对于日本的这个军民两用物资的限制，可不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对对手的精准杀戮呢？能够踩到日本的痛处吗？委员怎么看？对，我想我在这个节目已经不止一次提过了就从高市早苗失言风波开始，你就看到来自于北京政府一连串的外部跟内部的动作。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打算让这次的失言风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日本原本打的算盘是说，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模糊解释，可以把这件事情混过去。但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并不买单。那既然不买单，他就不可能轻轻松松的就放过日本这一次了。那么还不要讲说他在这一次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日本已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已经够糟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来插一脚你还要来啰嗦发言，那么这些东西当然都会再的造成北京政府对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愤怒所以我认为北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聪明的主导了一个话题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说过，他主要强调的不是中日之间的仇恨。他一直不断的锁定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情，因为亚洲的国家大部分都被日本侵略过所以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事，它也是韩国的事，它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事。因为当日本不断的强大起来的时候，谁知道日本不会重演当年24世纪大战这样的角色？你说现在不会，当年明治维新的时候，谁会想到日本会变成侵略国可是它就是一个变成侵略国了。所以当高市早苗准备要把日本非核化，日本要开始做军武扩张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抓住了这个痛调，是相当聪明的所以为什么中韩之间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某种程度有共同的默契跟立场？因为韩国其实不亚于中国大陆韩国民众仇日的氛围也是很强烈的。韩国当年不是没有被日本殖民，没有被日本欺辱，没有被日本践踏过的。
所以韩国民族对于日本的这个民族的恨也是深藏在心中的。所以当然这一次中韩之间可以在面对日本的这个议题上，很快的就达成一个共识跟默契了。那我认为李在明很聪明啊，李在明比高市聪明多了。你看李在明是两边都压了，他一方面告诉美国老大哥说，我来帮你造船，你现在造船技术落后嘛，对不对？我来帮你造船，我投资几千亿下来恢复你美国造船业的荣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维持跟中国大陆良好的关系，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光看到他怎么对韩国，就了解说，这不是要求日本、韩国选边站的问题韩国是两边都站了，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此而对韩国这个迁怒。日本它不是两边站，它是站了一边来打这一边，那就是中国大陆无法接受跟无法容忍的所以中韩关系现在的确是快速的升温各位，如果你现在去一趟上海我过去这一年大概每个月都在上海待1个礼拜到10天了，那个大街小巷都是韩国人我住的那个饭店以前没有太多人的，现在天天爆满，全部都是讲韩文的韩国的客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韩之间的民间的互动现在是多么的热烈跟密切。你更不要讲说中国大陆关掉了日本的观光之门之后，大开了韩国的观光之门，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不能去日本，他都去韩国来。所以因此在这一次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里头，其实韩国是最大的获利者。那但是中国大陆这一次采取了更严厉的方法，就是断掉了它一些相关的物资。你说会不会精准的打击到？当然会啊！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不只是断掉物资，包含在渤海的军事演习，一波又一波。只要高市不收回这句话，我看接下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工具箱里头还有很多工具呢，那日本就只好等着接招吧。好，大陆这次祭出针对于日本的制裁，这个算是首波比较大型的一个制裁。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工具箱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另外一边刚刚讲嘛，选择站在中美之间这个两边都站的国家就是南韩了，非常的聪明。我们来看到南韩最近有什么动作？因为现在呢，北京同样正在迅速的拉拢南韩当中，我们来看到的是1月4号这一天，李在明总统，南韩总统正式的抵达北京了。那5号正式的跟习近平主席会晤。李在明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到画面上，他呢其实除了跟主席握手之外呢，也拿出了他说呢这是习近平上次访韩时送给他的手机，并且呢跟他做自拍，跟习近平夫妇做自拍，还说呢拍到了人生的代表作，做球这个做好了非常密切的紧密的中韩关系。那么习近平也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特别去提到了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他还说呼吁南韩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也重提了中韩过去曾经共同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来携手捍卫2战胜利成果。李在明也呼吁了有关于这个共同抗日的历史，并且他说尊重一中的原则，还说呢粮林千金难买。那么他也说，韩中关系会在今年全面的恢复的一个关键元年。那要注意到的，这是李在明在短短2个月之内，其实跟习近平来做见面。这一次李在明他也带了非常多的企业家，一共是400多位，而且都是这些大企业，不管是我们知道的 LG 啊、现代汽车、SK 啊、三星等等都有。那针对于比较有争议的一些议题，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南韩的稀土问题。现在呢，南韩也说了，中国已经同意了，透过这种制度的许可，可以协助南韩企业取得这种关键的矿物。第二个比较具有争议的议题，就是有关于南韩要造这个核动力潜舰。南韩也说了，已经跟中国大陆说明了，目前是没有太多的争议。针对于中韩之间现在站在一起共同抗日，苑老师又怎么看？南韩这一次为什么要极力讨好中国呢？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在一起吗？李在明这一次访问北京是要告诉大家，尹锡悦的时代已经完全翻章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在这个翻篇的过程当中，那么李在明的话呢，他创造了几项记录。首先，第一个记录的话呢，就是说原来这个韩国上任的新总统不访问美国或日本，直接到中国去，这是第一次。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然后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的话呢，就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韩国的圣地居然是在上海黄浦区的马当路306号，叫做韩国流亡政府旧址。我去过那个地方，我去那个地方是看一个朋友，结果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要改道，因为前面排了大排一大堆人，我以为美国领事馆要办签证，后来搞了半天是韩国的观光客要看他们的圣地。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大家知道李在明这次要到哈尔滨去，把安重根的骨灰要带回这个
日本在韩国去。那安重根什么人呢？就是暗杀伊藤博文的人。那这杀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哈尔滨的这个车站。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家要知道，伊藤博文对中国人干的坏事无限了居然是被一个韩国人，而且第一个韩国人的杀手就把他干掉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中韩共同抗日出现了非常多的象征意义。但是是不是能够重塑东北亚阵营呢？我觉得还蛮难的，真的蛮难的。因为美国的话，我刚刚讲这几件事情，美国的话呢，希望韩国是听话，做乖儿子乖孙子。但是这一不听话的话呢，美国现在已经有动作，就是美国裁减了在韩国、在朝鲜半岛上的美军，而且完全没有告知韩国。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警告那么对于韩国来讲的话呢，你能不能够面对朝鲜的威胁？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李在明要带了这么多的400人的这个经济访问团来访问中国的话呢，最主要是原因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经济这个笨蛋问题就是在经济。那么韩国本身跟中国的近的程度上来讲，所有的科技，因为韩国无论是科技也好，甚至说是演艺事业也好或者什么 K-pop 或者说韩国的。他们现在都面临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大陆自己搞起来的慢慢出来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就会知道韩国人为什么不是很喜欢中国人的同时，你又要派出所有的这种财团要往中国走。大家知道韩国最有名的泡菜，我们叫韩国都叫泡菜。韩国的泡菜没有很少是韩国自己做的，韩国99%的泡菜是山东青岛一个镇所做的泡菜大家要了解那么对韩国来讲，如果他知道这个数字，如果他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要翻译成韩文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韩国连自己的泡菜都要靠中国，他的经济怎么能不靠中国？所以这个大家展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让大家可以知道韩国在目前为止的依赖中国的程度，比依赖美国、比依赖日本要严重得多。所以李在明这种做法，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韩国有什么大型的抗议。确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也特别的借由因为韩国对他经济上的依赖，也拉拢跟韩国之间的关系。那针对日本，则是做这种精准的经济上面的打击。怎么看北京的策略，干哥？你看这一次你说是 SK 海力士，然后还有那个三星、现代都去了，这些大企业都去，都要随着那个李在明去。可是整个团有400人，我请问你一下，这么大的团来的时候，你不用先跟中方知会吗？中方一定知道你来了些什么人他才会允许你进来。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就我都邀请你们，你们来多好都不管。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经过特别缜密的计划，也就是说，你们要来什么人，要来什么企业，要来谈什么问题，都已经早在出发之前都已经这个双方已经协商好了，要干嘛？是做给周边的国家看的，就是说，你看，我现在跟朝鲜半岛上的南韩跟大韩民国为什么这件事情的意义很重大？大家要晓得，这是10年以来中韩之间等级最高的会面。那你说10年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好了，2016年就是发生的南韩的萨德飞弹部署事件，美国硬要在南韩部署那好像是咸镜北道吧，然后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出在美国要部署，那我南韩没有办法你就问美国不要问我他说没有关系你说你没有责任是不是？正好你这块土地就是部署萨德防卫系统那个土地是乐天集团所有，好了，这下乐天集团你完蛋了，你在大陆所有的企业，因为乐天是连锁企业嘛，它不但有零售业、销售业，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娱乐业，所以它所有旗下的艺人，然后经纪团体都不能来韩国表演，就有点像这一次日本的表演的个人或团体都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可是南韩靠这个吃饭你叫我通通不要来的话，我会完蛋乐天惨赔，结果后来全部撤出中国市场。所以10年前乐天的事件，就因为一个萨德飞弹，中韩关系冰冻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今天终于解冻了，而且这么大规模，而且李在明还跟那个习近平夫妇2个人用习近平送给他的手机，这些都是意义。对，大家要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要看说李在明不是很简单的就官事拜访，然后大家合照给大家拍一下，不是他自己拿起来，你送给我的小米手机来，我们来合拍，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在都显示出什么？显示出两国解冻。那你说是因为日本的这件事情而就是说南韩得利吗？也对，也没有错，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就要提升南韩在我们中国的国际贸易上面的地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南韩表示向中方充分说明了南韩的核子动力潜艇。我可以告诉各位，到现在为止，日本只是没把话说出来。日本想要建造核子动力潜艇，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被美国压着。对，为什么？80年来，美国不准日本碰核子一步，除了和平用途。你现在如果说你要造核子动力潜艇，日本，我告诉你，日本早就会造了，但是它不能造，因为美国不准。南韩我竟然准了，为什么？也是美国同意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南韩对于核子动力潜艇，他们要开始生产核子攻击潜艇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向那个美国，因为也是美国帮忙才有办法造。第二个就是要跟中国报告，不然的话你就会破坏区域和平。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在他们这一次的会谈之中放在题目里面，代表什么？中国已经默许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我准许南韩，然后如果日本你敢造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绝对比台湾有事这件事情还要严重100倍。为什么？因为日本开始走向真正的军国主义，开始造核子潜艇的话，那就会天下大乱。中国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大家看李在明这一次去访问北京，其实他的收获很大，也是警告日本。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